到新闻大白话，那么这节要跟您讨论的是交通议题。那么我们带您看到的是呢，其实现在中国的高铁入欧，那么遭到欧盟敌视了吗？中国的高速列车首次在欧洲亮相，武契奇说我们跟中国是兄弟。当天呢，在陆驻塞大使李明的陪同之下，那么武契奇跟一些塞尔维亚的官员在贝尔格莱德泽蒙车辆段呢，参观了匈塞铁路中国的动车组。那么武契奇甚至还讲了一些话，他讲了什么？我们先带你来听听。Da nismo imali u poslednjih 30 i 40 godina neku liniju koja je toliko putnika imala kao što je Beograd Novi Sad. Danas ljudi prepoznaju kvalitet. Ranije se govorilo i kineska poslovica je izradite put, pored toga će da nikne naselje i sve drugo što je potrebno za život. 可以听到呢，武契奇说了，在过去3到40年里面，没有哪条线路的客人像这一条这么多人，人们认同这条路线的品质。中国不是有一句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所以呢，大家就觉得哇，他还把这个中国的俗谚都搬出来了。塞梅就提问了，你怎么看待有政治对手声称塞尔维亚正成为中国的附庸？武契奇就说了，我没有力气跟这些胡说八道的人来争论。塞尔维亚从来就不是附庸，我们是个自由的国家，我们跟中国兄弟尊重，这是一个事实，这也是我们两国关系这么好的原因。而中国如何在欧洲的火车版图上谨慎推进它的旗子呢？匈牙利4月跟中车株洲的机车公司签署协议，在当地企业的帮助之下，重启本地生产，这些工厂将致力于这个车辆的生产、维护，甚至是铁路行业的培训跟研发，就连呢对西门子相当忠诚的德国铁路公司，也已经跟中车签订了电池动力调车机车的订单。但是我们要带你来看到是欧盟试图挡下中国铁路进军欧洲。那么你可以看到呢，奥地利私人营运商呢，他们与捷克的同行，那么公司签订合约，分别接收从中国进口的多辆列车，但列车还是没有获得欧洲商业客运的批准。保加利亚进行招标，要求供应20辆的电动列车，并保证15年的维修期。中车开出的价格比西班牙公司低了1半，但是还是被欧盟以反补贴为理由来挡下来。可是你看哦，大陆在中南半岛用高铁在布局。我们先带你看到的是在越南的部分，中越并轨之后呢，柬埔寨呢也请中国建高铁。中南半岛布局现在已经连成一张网，透过这张画面你可以看到的是，这张网呢是覆盖中南半岛的铁路网，是大陆的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他们实现互联互通，那么等于你是把这个中南半岛上面，包括越南啦、柬埔寨，甚至是泰国、缅甸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这7国，人口就高达2.82亿，全部都连成一个超大的互通市场。而越南也是继印尼之后，那么呢也弃日本，然后选大陆的技术来盖高铁。越南规划呢，在2030年新建2条连接越南首都河内的这个大陆的高铁，那么想仿照这个京沪高铁，希望修建越南的河内湖知名高铁。越南的南北高铁呢，总费用可能高达720亿美元，而越南的 GDP 目前才大概4160亿美元，光是一条高铁就占了他们越南 GDP 比重的17%。越南根本拿不出这个钱，但越南呢，或许可以参考这印尼的雅万高铁，是不是来做一个合资共建的模式呢？再来一样，在中南半岛，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呢，这个新任的最高元首他就说了，在5年的任内将优先恢复吉隆坡东往新加坡的高铁专案项目。去年7月，安华就已经启动了高铁专案的审批流程，而且也对中国大陆释出了橄榄枝。那你可以看到呢，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中车一列发往马来西亚的新型 ETS3 迷轨动车。那么它的主列车在株洲下线呢，是为马来西亚量身定制，未来呢将在马来西亚的西海岸线来运行。那么讲完了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泰国，除了中泰铁路之外，泰国日前还想在马来半岛打造一个新通道，即使呢在半岛的东西部分呢，就是分别建一个深水码头港，两者这一段90公里的距离，则以铁路跟公路来串联。大陆现在已被泰国列为种子的对象来做优先考虑。而在柬埔寨呢，则是皇家铁路对于最近呢从日运来的这个列车进行试营运，发现这个从日本来的好像也没有多快，时速只有110公里。
金边到波贝北方的铁路投资40亿美元，工期呢14年还不一定能够如期完工。洪森去年访大陆的时候，就是要讨论这柬埔寨的高铁跟高速公路建设，希望可以仿照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模式。所以看起来，这个中南半岛都也很想要积极跟中国大陆来做合作。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介大使，你怎么看呢？现在中国的高铁，似乎已经到欧洲去了。对，中国到高铁，中国到高铁到欧洲，基本上就是塞尔维亚到匈牙利这一段，那已经接近完工了哈。我想就是说。争议是很多，因为欧洲人除了市场的保护之外，哈，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这种自豪感，他觉得怎么欧洲的这种哈，因为火车是发源在欧洲的嘛，对，那到今天被中国这个技术哈赶上取代，我想他们心里面上有一种抗拒啊。不过这个基建的项目啊，其实我的粗浅了解就是说，你的产能很重要。你的成本很重要。那中国大陆过去30年是基建狂魔啊，它投资下去的这个有关这个基础建设的机具来讲的话，那是全世界第1名。也就是说，你今天要修一个海港，你去买那种大的那种浮的那种码头啊，去建那种大型起重机的话，要投资非常的大。那投资完了以后，它不是只用1次啊，对不对？那你还可以做第2次使用、第3次使用、第4次使用。那你这个中间你的这个设备的折旧率就比较有折旧，你的成本也相对的比较低，对。那你不常见这些大型的这种所谓的基建项目的话，你每建一次你就要去买一大堆机器啊，就是你要推土机、挖路机、起重机，还有那种什么那种钻洞的、开山洞的大约翰这种地盾式的这种。那要投资非常的多，那所以呢，因为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都在做基建，这种基建的所谓的机具非常的充裕，所以呢，他只要把他的过去用的机具拿到新的场地就可以继续使用，他不必再重新买，因为你买的话，你这个成本会加入到哪里？加入到这个跟你修建这条铁路或修建这个港口的这个投标的厂商的，所以这个问题你就可以显现出来。比如说，在这个越南这一条高速铁路谈了20年没有开工因为第一个，原来日本的东西就比较贵；第二个，事实上的话，这个越南这个国家它的经济不断的在成长，这个20年期间它土地的成本也增加了。那日本人他觉得他基本上他就是要这样做，然后呢，成本高的话。那要越南谈这个征收土地的费用啊，各方面成本增加，所以这个铁路一公里都没修。那事实上在印度也发生同样的事。那么现在世界上如果能修高铁的国家不多啊，美国没这个能力啊，欧洲有这个能力，可是欧洲的系统也是很昂贵。那在亚洲国家里面能选择只有2个系统，一个是日本系统，一个是中国系统。可是日本系统在越南。在这个印度都证实没有办法施行，没有办法。那中国大陆就用实际的这个在印尼的雅万高铁就做出来了。那而且它的模式也是这个共同营运的模式也是很多有日本的厂商他不愿意做的，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中国大陆有成功的模式，有比较多的竞争力，所以呢。就看这些国家它有没有政治考虑的。越南当时选日本不选中国大陆，它是政治考虑，它不是从成本考虑。可是现在基于现实它真的要修的话，事实上的话，它也需要考虑到，那么现实，你需要铁路的话，你找日本，它修不出来修不出来那现在中国大陆可以修得出来，对，所以越南先从它的北越跟中国大陆的这个重要城市先用高铁来接轨。接下来他还是希望说一个从胡志明到这个西贡的这一条这个河内到这个胡志明市的这一条纵贯越南这个高速铁路1500公里的，所以我认为这些铁路最后的得标，最后应该还是中国大陆。那这个没有办法，这是现实就是现实。那你如果要花的成本低、品质高，又能够如期完成的话。那现在放眼望去，就是中国大陆。那我们来问一下将军，你又是怎么看呢？尤其是现在大陆在中南半岛的铁路，好像真的是越来越火药了。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中共在关于高铁就3步走，第一个它
铺这个高铁，做高铁完毕之后就有交通了，有交通就有经济，有经济完毕，经济的整个生产出去的话，就影响到政治。对，所以先高铁，再经济，再政治，它是有节奏的。因为中国大陆目前的它现在的高铁总共43000公里，整个大陆，因为它的覆盖率整个覆盖大陆80%，那这样的话它的是成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第一个它成熟了，因为它全世界高铁盖的最多，它成熟之后它到中南半岛去，它这个一横三纵一横三纵，那它规格都一样的，高铁的轨道的宽度143.5公分，全世界都一样。就是143.5公分，所以盖到哪里去都一样。第二个，它已经除了这个这工法已经成熟了，成本就降低了，因为这个报酬规模就来了嘛。第二个，它已经模组化，你这个轨道围着它的整个这个机器都在铺轨，不是人以前敲敲打打，现在不是了。那整个一个机器过去它铺轨，然后这个张孔把它放上去就固定，很快，速度快很多，不是以前这么敲山打铁炸山洞。不是了，就跟刚才大使讲的，大约翰就过来的，有遇到山洞，大约翰就进来就通了。以前在那还要放炸药炸弹，现在不是大约翰整个一过去，整个山洞都打通了。所以现在速度非常的快。那在2025年，大概中国大陆的高铁大概就要到明年的话，到明年底它就到5万公里。那5万公里就知道将来的覆盖率就可能到了就要往90%的覆盖率，那整个大陆都是高铁。那他看到未来趋势，因为未来趋势大家都是时间就是金钱，大家坐高铁。我们知道我们台湾高铁刚出来的时候，做的还不多现在你去看都是在做，为什么？大家经济一直提升之后对，大家都坐高铁了，干嘛要去浪费时间？时间很宝贵嘛，都是一日生活圈，一日来回了嘛，大家不会再去浪费那些时间去做那个慢的。那大陆将来的经济一起来，那高铁的市场整个就蜂拥而至，大家都有钱坐高铁。他也看出中南半岛，不管是越南、柬埔寨、高棉、马来西亚、泰国，包含甚至到最后的缅甸，我们看到那南边的还包括新加坡，甚至这个印尼。但印尼隔了一个我们叫做马六甲海峡。那这样来看，整个中南半岛经济也要起飞啊。整个的东南亚地区总共6亿多人口，那将来的话，它整个经济起飞之后，对高铁的依赖度都可以预测了。那在大家高铁的市场就来了。现在没有，但是你盖好就来了，就跟以前的在40年前说盖高速路，那是有谁要去用啊？结果现在高速公路哪天不塞车，类似这个状况。那高铁现在感觉到好像没有，但是问题越南经济起飞啦，马来西亚起飞啦，泰国经济起飞了，大家都要高铁了。他看到未来的市场，那现在盖好将来赚钱，变成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未来的市场非常的大，而且成本一直压低，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不要人工，越来都是机器。那整个的话。那个中南半岛整个发展起来，那这样子的话，中国大陆的经济影响力就过来了。经济影响力过来之后，政治影响力也会进去。所以它是3步走，先从交通开始，切到最后面，就变成“一带一路”的落实。它是有它的一个策略，那变成“一带一路”的落实。那我们来问一下彬哥，你又是怎么看呢？我觉得那些去讲说塞尔维亚会不会变成中国大陆的附庸，我就觉得会问这种话的人，那你们有没有去思考一下？整个欧洲是不是美国的附庸？你们对美国人叫你们干嘛就干嘛，好像完全为美国马首是瞻。那请问一下，整个欧盟是美国的附庸吗？所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想要去挑起这样的彼此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这些欧洲国家自己恐怕都不见得站得住脚。那实际上塞尔维亚也不是什么事情都听中国大陆了，像他最近在军机的采购上，他就去跟法国买标风战机，他就没有买大陆的战机。很明显啊，表示他还是保有他自己的选择权利嘛，也不是中国大陆推销什么他就要买什么。那大陆为什么现在跟这一些相对来说，比如说在欧洲比较边缘的国家，或者是一些比较第三世界的国家，彼此之间结合越来越深？其实这不能怪中国大陆啊。现在欧洲跟美国老是怪中国大陆什么产能过剩，什么倾销，什么在那边讲这些东西，那你为什么不去想想看，中国大陆为什么它的产品会在第三世界国家或者在这些比较边缘的国家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很高，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中国大陆愿意提供给这些国家优惠跟协助，你们不愿意啊？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如果欧洲跟美国，你们还是像几十年前一样，到处去用基金去帮助这些比较落后或者比较贫穷的国家，协助他们做基建，然后协助他们发展经济。这些国家到现在还是跟你是好朋友，那为什么人家现在要转向去跟中国大陆合作？就因为你们要价越来越高，
因为你们只想拿，不想再付出啊，所以才造成今天这个结果。这是你们自己要去检讨，而不能叫中国大陆去检讨。中国大陆很简单嘛，现在这些相对比较落后一点的国家，他没有这么多的钱，可他又想要增进自己的基建，那唯一的选择就是找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不但有这个技术，不但速度很快，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愿意提供资金，他可以让你慢慢还。那对这些国家来讲，其他还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吗？你美国愿意做这种事，日本愿意吗？欧洲愿意吗？都不愿意啊。那你们在怪这些国家干什么呢？那欧洲现在想要用各种方式去阻挡中国大陆的商品，老是说它是用补贴、用倾销、用各种方式，其实只是显示一件事情，就是欧洲自己的产品越来越没有竞争力，因为你们的成本越来越高，那你们又不愿意降低价格，因为你们要享受丰厚的利润，所以你们也不准别人卖得太便宜，这就是欧洲现在的发展方向嘛。所以我觉得这种保护主义现在在欧美越来越盛行，其实久了恐怕对他们是伤害，而不见得是帮助。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这和平峰会。和平峰会没了，中俄还有作用吗？柬埔寨现在说他们不参加乌克兰的和平峰会，洪森说是柬国的自主决定。柬埔寨的前首相洪森呢，他说柬埔寨不会参加这个在瑞士举办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峰会，没有俄罗斯的乌克兰和平峰会是不会成功的。而且中国从来没有对柬埔寨指手画脚，反而是批评一些中柬关系的国家不断的来对柬埔寨施压。那么现在美国总统拜登呢，不是跑到法国去吗？他现在又重申要支持乌克兰，还说不会让普京得逞，甚至呢这个拜登还加码说要第6度的来军援乌克兰，甚至说华盛顿要跟乌克兰坚定的站在一起。两个人呢最后还发表联合声明，对伊朗和北韩向俄罗斯转移武器，对于中国向俄罗斯转移军民两用部件表示呢强烈的关切。现在法德的军工集团正式在乌克兰成立子公司，法国跟德国的军工集团成立了乌克兰子公司，要在乌克兰本地直接生产这些军事装备跟弹药，而且还要维修军事设备。那么为了抵抗中俄威胁，美国说他们打算扩大核武库。如果中俄不改变它的核子策略，现在美国国安会武器的管制署这边呢，他们就讲到了，过去十几年来，裁减核武的美国可能会被迫增加部署战略核武。但是现在我们带你看到俄罗斯的情况，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其实过去常常会保护他的女儿嘛，不过最近却很罕见，让他2个女儿是公开亮相，所以外界也眼睛一亮，发现哇，他的女儿其实蛮漂亮的，那么也让他发表演说，引发国际关注。那么 CIA 的前高级官员就讲到了，其实普京呢向来对私生活是保密到家，现在会让2个宝贝女儿愿意这样子公开的抛头露面，很有可能就是他已经想到死亡接班仪式。那么现在在欧洲的状况呢，则是英国的外相卡麦隆居然上当了，跟乌克兰前总统聊视讯，聊才发现原来对方是假的。英国外交部说，外交大臣卡麦隆最近被恶作剧了。他说有人假冒呢这个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来电，那么双方还短暂的视讯通话哦。直到他开始在问东问西，他觉得怎么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对方可能是假的，不对劲才开挂断。但是其实在2018年，当时的外交大臣强生哦，跟亚美尼亚的总理尼科尔通电话，谈论国际局势，也是聊了一下，才发现他好像不是本人呢，惊觉上当，所以大家都说这个英国到底怎么搞的？而大陆现在被公认调停者，美国只会捣乱吗？阿富汗的问题，地区联络小组4方会议，伊朗举行，中国代表也有出席。伊朗、巴基斯坦、印度跟俄罗斯代表参加的阿富汗问题地区联络小组第2次的4方会议在伊朗首都召开，中国有派代表出席。伊朗的临时外长就说了，美国透过扣押资产阻碍阿富汗的发展。伊朗驻阿富汗的特使也讲到了，美国应对阿富汗目前的局势负责，
一旦美国停止帮助怂恿阿富汗境内的恐怖主义，阿富汗人将体验到稳定和平静。那么现在是不是想停火？伊朗就说最有效的是跟美国切断对以色列的所有援助。那么伊朗的临时外长就讲到了，如果美国是正直的，就中断对以色列所有援助，而不是以停火的名义提出各种方案。那么伊朗出席首次的金砖国家交通部长会议，那么伊朗的交通部长说，伊朗正式加入金砖国家是伊朗外交政策历史性上的成功。我们来请教一下介大使，你怎么看这个和平峰会的这件事情？这是和平峰会啊，第一个这个拜登没有去。哎，这个就变成就是说，到底是谁在真正在幕后这个促成这件事情？如果说是美国全力的要促成这个会议的话，那拜登应该出发，要去啊。结果拜登没去，所以现在我看国际媒体的报道现在就讲的有点模模糊糊的，好像是泽伦斯基主办的。哎，泽伦斯基，因为有报道，这个西方媒体说。泽伦斯基说，他上次在香格里拉说，他说我发出了140多份邀请函，邀请的对象是各个国家及一些国际组织。然后他还给了一个明确数字，他说到当时他说到目前已经有106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将派员参加。很奇怪，由泽伦斯基出来这个做这样宣布那结果问题，他这个宣布结果被主办国因为这次会议点是在瑞士的日内瓦，对，主办单位出来更正，他说没有106个，只有80多个国家跟国际组织确定会参加。所以这场会议就变成就是说，其实不要说没有俄罗斯参加，这个会议倒是谁主办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泽伦斯基他这次去了这个香格里拉，在新加坡，他后来还跑到菲律宾，当面去邀请这个马可仕总统去参加这次会议。马可仕当时也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答案，他说我会去参加，可是马可仕去呢，还是马可仕的副手呢，还是菲律宾的外交部长呢，还是呢菲律宾驻这个瑞士的大使就近出席呢，都不知道。所以这次的会议就是说，洪森他是比较高调，就是说我不去啊，没有意义啊！你这个是和平会议，结果呢，大家以为去和谈的，结果只有争端的冲突的一方出现。那你要我去，你意思就是我站在你这一边吗？那你叫这个柬埔寨，他们一向就是希望保持中立的。你们自己打仗，你们有你们原因打起来，你不要把我拉到这一边，怕被选边站。对，你去了以后，你发觉，哎呦，原来我是要站在支持你乌克兰这一边的，那他当然就不去了。他也不会这样讲，他是说这种会议如果没有俄罗斯去，没有意义，不会有结果嘛，不会有成果。那现在就连日本，我看到最近的消息，日本的外相也说我们会去。不过谁去，我们还在研商。那我在想说，拜登不去，你说岸田文雄会去吗？所以如果去了，其实最后有80个国家跟国际组织，我们还要看那些国家派去的人是什么人。对，当然在日内瓦开会，我觉得欧洲各国的这些什么马克宏这些人可能会去捧个场，去支持乌克兰。可是比较远的地方还有就是这场战争没有太多直接利益，而不想在这场战争中跟着一边起哄选边站去得罪俄罗斯的话，我想很多国家即使参加也不会派出成绩很高的，不会看出成绩很高。所以这次会已经快要召开了，目前看起来当时声势很大，现在看起来有这个开高走低的这样子的趋势。那当然我们也希望任何和平的尝试都是好的啦，我们希望也有多国家能够这个会议提出一些具体的看法，就说到底如何能够让这场战争赶快停止，赶快和谈，那么这样子发挥，而不是说你到最后开了会以后在那边一致谴责俄罗斯，俄罗斯是侵略者，如何完全在乌克兰，那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意义不大嘛。我们是希望看到这场战争赶快停核子弹，让乌克兰的老百姓能够过一点正常像个人一样的日子好，我们来问一下将军，你又是怎么看呢？
我认为和平峰会哦变成单方面的了，变成就乌克兰不要包含西方国家，只要没有俄罗斯参加，那意义不大了。你单方面讲了再好，最重要的主角乌克兰的对象就是俄罗斯，你俄罗斯没有参加，讲了再好都没有用。你最重要是要跟关键人要跟俄罗斯谈，没有去跟俄罗斯谈，那就变成自嗨。那现在乌克兰战局对乌克兰来讲也不利，因为乌克兰目前的不是武器装备够不够的问题，是没有兵源。你给他武器，给他装备，给他这火炮，问题是他兵源有限了，而且兵源有限都消耗殆尽。现在训练，你训练的话，兵源不足，训练又不够，那你怎么发挥战力？而且士气也不高，那士气不高怎么办？打那么久，精锐这个消失殆尽，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北大西洋工业组织或美国要派兵介入，他们只有给武器，让乌克兰上战场，自己不派兵帮忙，那你这样有什么用？那和平峰会也是这样子啊。那我就认为有点没有打到重点，他们认为就在旁边的这些边缘地带，我认为只是在边缘地带这边解决问题，并没有指导核心。我认为解决俄乌战争就要核心。你第一个，请这个俄罗斯过来这么多谈判，俄罗斯不来谈判，是不是北大西洋国家介入？因为你现在乌克兰打到最后面已经说实在都是老弱残兵了，都已经招不到人了，女的也上战场，男的也上场，这个年轻消失殆尽。为什么不帮忙？那你不帮忙是不介入，既然不介入，叫乌克兰单独去面对俄罗斯，那不可能赢得战争嘛！一定要大家我们讲到的这个旅行叫团购，打仗也要变成一个团体嘛，就叫乌克兰一个人面对这个战局，那是没有办法。那到时候变成乌克兰这个后继乏力，那个战力没办法上去，那将来反而更惨。那这个只能说。他整个的底气慢慢就消失了，那底气消失之后，那时候要再往狂澜来不及。我认为在第一时间，在2022年的时候就要开始我们讲到一个停损点，就到现在2024了，2年4个多月，我认为停损点没有画。当初的话，整个的话，在西方国家来看，俄乌战争西方国家犯了一个战略错误，停损点没有画，一定要停损点。任何投资股市要停损点啊，人生要停损点，不能再投入了，再投入的话，只会一直在浪费生命，浪费国家的资源，变成这个状况，而且没有办法就扭转劣势。如果说你浪费投资能够扭转劣势，那就可以。你一直投资却没有扭转劣势，那你就无底洞，会变成这个状况。我认为这个蛮惨。我们在转在看那个阿富汗战争，阿富汗战争当初美国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也错了，当初不要一次策略。2021年的8月30号一次策略之后，整个塔利班立刻上去，他应该逐步。把这些交代清楚，弄好的布阵完毕之后，逐次撤退，不要一次从容撤退，整个塔利班整个拿下去，1个礼拜不到，就是7天，整个把这个阿富汗拿去。所以当初的话也犯了战略错误，就这个一次完全扫干净的离开，造成整个中空，那就变成整个阿富汗战争变成整个秋风扫落叶，塔利班整个就拿去了。好，我们问一下彬哥，你又是怎么看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峰会其实开不开，我觉得根本没什么差，因为大家刚刚也都提到了，俄罗斯也不去，美国自己都不去，而且美国还蛮羞辱性的不去。为什么？因为拜登不去的理由居然是因为他那个要跟明星一起募款，所以他就没空去，然后就派了贺锦丽去。那贺锦丽是出包大王，所以派他去干嘛？我也不知道。反正看起来美国就不是很重视这个峰会，所以我觉得这个峰会就是白开了。基本上虽然还没开，但是也是白开了，因为没有任何意义存在。那美国当然不会让乌克兰战争结束，至少在11月之前，他不会让乌克兰就怎么样就投降了，或是直接结束战争了。他要继续拖着，这对拜登的选举至关重要。所以美国也不断的还在帮乌克兰输血。可是他现在呈现的状况就是，他输的血越多，其实就是乌克兰死的人越多，对战局也不会有扭转性的帮助。除非北约真的敢跟他们所宣称的一样，你直接派军队进去了，真的去帮乌克兰，但北约愿意做这件事吗？像现在法国跟德国讲得很好听啊，说在乌克兰要做生产线啊，乌克兰85%的电厂都被炸烂了。
国总统拜登呢来到了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了。那马克龙呢用隆重的军礼来欢迎拜登哦，点凯旋门的无名战士的木之火。那大家看得出来，甚至呢凯旋门用超大规模来迎接，甚至还在旁边架了起大荧幕来欢迎拜登哦。但是呢，场边大家也捕捉到荧幕，真的大家觉得非常尴尬，就是拜登在敬礼的时候，大家可以看画面，原本突然莫名其妙就你一个人突然转身，那时候呢，其实大家看到马克宏跟旁边的他的太太呢，你看我，我看你了，真的是有点尴尬，不知道拜登在做什么事情。结果呢，看到拜登转身之后，也没要转过来意思，那大家干脆一起转身，一起面向后方。那这段画面呢，其实流出之后，大家就说拜登你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呢？因为现场大家都一脸尴尬嘛。那拜登这个行为呢，也说明了，你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别人了。那现在看起来美国跟法国在政治上是不是蛮亲密的？但是在经济关系上好像又有点复杂。即便呢，在纪念诺曼底登陆这样的大背景的时代的环境之下呢，展示了政治上的团结，但现实的情况之下并没有改变嘛。因为拜登这次的国事访问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宣布，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展现两国之间的友谊。但是友谊的小船，坦白讲，说破就破。那会不会法国是真心要抗中，还是要给拜登面子呢？我们接着看下去，拜登跟马克龙寻求合作，但是又携手来应对中国的贸易做法。马克龙说，我跟拜登对中国潜在的不公平做法担忧，这会导致产能过剩，对全球的经济有影响。我们需要协调一致的行动。那大家也很关注说，美国跟法国总统强烈关注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的军民两用的材料，还有军工的零件。白宫发布的美法联合声明提到，两国总统呢强烈谴责俄罗斯的侵略，并且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企业提供的武器给俄国表达强烈的关切。但是大家讲到说，法国会不会有两面手法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在疫情解封之后呢，陆客称霸全球了。现在呢，在海外的观光消费已经破6兆，吸客最多的是哪个国家呢？就是法国。法国的这个国外的旅客居冠，所以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一点，法国会不会在玩两面手法呢？尤其现在空巴在传中国百架客机订单，消息人士就指出目前中国航空公司呢正在向空巴洽谈，想要购买100多架升级的 A330。机型，但时间还没有确定。那空巴的 CEO 他就说了，全球贸易战呢如火如荼的展开，他也想提醒大家，近年来对欧洲飞机的征收关税，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看得出来呢，是不是有两面的一个态度所在？那现在呢，包括了中国的这个宁德时代呢，遭到美国议员指控强迫劳动，股价摔了5.66%，他急喊冤。美国的这个众议员共和党的议员，他的联名指控中国的电池大厂德宁时代呢，还有国轩高科，怀疑产品制造过程当中涉及强迫劳动，应该被纳入实体清单。那德宁的时代的 A 股影响单日下跌的5.66%，那怒斥美国毫无根据。另外再看到就是现在美国的前华裔的市议员，他就指控说，他有个朋友是中国的石油大亨，结果呢，从机场入境到美国时候被盘查10几个小时，海关跟边境保护局对他的方式呢，就像他好像是个罪犯，不是石油大亨，而且几乎是被调查身家之后才能够入境。事后让他很生气扬言此生都不来美国了，希望海关对中国入境者能够友善一点。当然也不只有这个石油大亨面临到的情况，甚至连中国游学生也频频遭到遣返。现在刚那个华裔的议员他就说了，难道我议员也不能关心一下吗？因为中国留学生被遣返这个事情，他打给海关，结果对方说，关先生不好意思你没有G28的表格，所以不是律师或出庭代表，不能跟你谈和。那这些学生他也问我说，我们到底做什么？他无法回答他们。难道要说是美国歧视华裔吗？再来看到的就是称中美合作不复以往。那美驻中的大使说，都是因为中国的领导人变了。这个是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叫做伯恩斯他说美中合作难以恢复，主要原因呢是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变了。反观美国的一中政策呢，在1972年以来都没有变过。有人说美国的行为让中国改变态度，但事实正好相反。但是大家想问到底是谁发动的贸易战？那晶片难道是美国？不是美国先出手的吗？所以大家留下了一堆问号嘛。话过来请教一下亮哥，亮哥你怎么看这个拜登怎么突然转身，还转了那么久，现场非常尴尬我可能有那个我们看不见的力量对不对？西方神秘力量常常这样对不对？那后来那个
那个马克龙去跟退休的将领去握手，结果吉尔拜登就赶快拉着拜登离开现场，太尴尬了。我就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事。你看他转的时候，旁边都没有转，他你看我，我看你了，就害大家一起转。是啊，这个因为在法国啦，所以那马克龙反应也蛮快的。对啦，他只是避免他尴尬了。是。事实上，美国因为今年在选举啊，所以我记得那个布林肯去中国之后，美国之音写了一篇文章啊，他说中美关系只会持续的稳定恶化。稳定恶化，对，他这个概念蛮有意思的，叫稳定恶化，就持续恶化下去，就是说只会更坏啦，不会好。那我们只是希望这个坏不要失控，是，就这意思嘛，啊，所以你现在看到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发生，坦白讲我都不会意外啦。比如说某人在进机场的时候被留置10几个小时，那谁叫你要去美国做生意？你今年你去美国做生意，你就要预计这种风险啊。像我跟大陆网友他们在问我说，要不要去美国留学啊？我说你如果是理工的，你最好不要去啊。哦，我就会这样回答。学理工的不要去。我就会这样回答。因为我觉得充满风险嘛。是。那如果是他问我说，那我如果要留在美国就业好不好？那我就说，你如果是理工的，那你就有可能会出事啊。你就去看千人计划回去多少人嘛。因为美国现在就是自己，我觉得是因为他没有一个稳定的力量在做决策啊，是，所以国会的力量也进来了，民粹的力量也进来了，乱七八糟的力量都在参一咖做决策啊。然后拜登因为跟川普差距很小，所以他有时候就要迁就这种力量，所以他就常常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政策啦。对，比如说宁德时代那个只是美国议员的一个说法，对，他股票就要跌5.66，他还不是政策那为什么会这么敏感呢？因为很可能会成真啊。哦，你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美国的三权分立的运作的体制，如果拜登政府是稳定的，对，他不会因为一个议员讲就跌啦，不会啦。是，可是现在大家就觉得什么都有可能啊，气氛紧张啊。我这就是不是这个不叫气氛紧张啦，气氛一直都很紧张啦，是美国失去了一个稳定决策的力量，是，所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成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啦啊。坦白讲，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欧洲是不是都跟着美国？也不是，他们也是贼得很啊。比如说我随便讲，比如说法国因为他自己也有汽车工业，对，虽然很弱了啊。那因为德国人家就跑去跟中国合资了嘛，对。那匈牙利他就请宁德时代来投资了嘛，那法国就是2个都没有。那法国呢就对中国车如果要在法国卖，我就不给你消费者补贴，他已经实施了哦。是那中国大陆也鼻子摸了就算了哦，他也不想跟法国闹僵，因为现在中法关系还不错啊。可是这个案子要提到欧盟就卡住了因为德国反对啊。对，那欧洲人就做了一个令你听起来都快要笑出来的决议他就说，不然因为那个肖兹他最近他们也要选举了，那肖兹那个里面绿党跟自由党都是非常反中的嘛，是，他们就做一个决议说，我们还要对中国大陆增加关税，那个电动车那2026年开始。2026你都下台了，2026是所以我是说你一定要看细节啦，不然你就会被他们嘴巴上所讲的一些事情所误导了。是，比如说新闻标题一出来，一定是德国决定这个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增加税收那中国扬言报复，这样就不忍了新闻就这样结果你去看细节，2026你今年选完搞不好已经挂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没有办法。那真正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因为美国啦，因为美国缺乏一个稳定的决策力量，是在做这方面的政策，变动太大了，它变动太大了而且外力介入的空间也变大了。是，好，请教永平姐。那个关于亮哥讲到美国缺乏稳定的决策力量这件事情我非常感触很深那我也认同，我在这边也补充一点案例说明因为刚才亮哥举的例子是说，如果
以往的美国决策比较稳定的时候，是不可能一个议员讲话他的股价就跌5点多%的。对，那我在美国我也留学啊，NYU 啊，也住了4、5年啊，对不对？那个时候美国很稳定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想象一个 TikTok 这种事情，对，会在美国的这个共和民主两党这个旗鼓相当的2个参众议院同时通过，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第一个，你牵涉到的是美国的言论自由保障的基本信念，然后呢，他们在游说这个国会议员投票反对 TikTok 的时候，除了什么国安疑虑讲得很大声呢，其实大部分都在说他们呢很反以色列，很亲巴勒斯坦，所以一大堆这个巴勒斯坦人的痛苦都是透过 TikTok 在呈现的，扭曲了嘛。所以竟然这样呢，就能够在这个国会里面呢，就能够以压倒性的票数，而且那压倒性的票数也违反了除了言论自由以外，也违反了美国常年的自由经济的精神。你竟然去叫人家要跟他的母公司卖掉或者是剥离，否则的话你就不能够在我这个市场营运。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美国最近做出了种种令人跌破眼镜，然后觉得稳定的状况绝不可能的时候，到现在我的心情，我非常认同刚才亮哥讲的，就是美国在做什么，我一点都不意外，都不意外。好，那讲到对华裔的歧视，是各位不要认为说这只是对大陆中国大陆去美国人的歧视哦，他们搞不清楚的时候，他们会连台湾的学生一定歧视。刚才亮哥说，有些人问说啊，什么理工科的不要去啊，有风险啊，要不要在那边工作？我跟各位说，川普时代就已经对台湾的学生去那边拿到 MBA 的完全不发给工作签证了嘛？那为什么？因为川普当时就是已经举起反中的大旗啦，他们的逻辑就认为说，我管你是台湾人还是大陆的人，反正你们的关系都很好，你们语言相通，你们都跑来跑去，所以你根本拿不到工作签证啊，那还不用理工科，你连 MBA 你都拿不到工作签证，那你今天你花钱去美国，学费又那么贵，你想要留在他那边工作，你至少从他的高的收入，希望回一点。这个你的投资根本现在已经变得不可能了。我觉得整个华裔，不管你心里头怎么认同啦，你就是要知道美国人就是这样看待事情的。连亚裔都这样子哦，不是只有华裔而已哦。甚至有波及到日本人跟韩国人，也有听到他们在抱怨的。您讲的很对。好，最后谈到法国的部分中法的问题，您刚才这个主持人一直在讲说啊，是不是马克宏两手策略啊？我觉得。讲了大实话的就是他们的空巴 CEO 啊，他说：“来，我想提醒大家，近年来欧洲对这个对关税征收的对欧洲的产品征收关税的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嘛，对不对？所以呢。”对于欧洲，它在经济上，它必须要有所出路，自己国内的经济也要竞争，它会完全跟随美国，跟中国壁垒分明，然后大家彼此都不往来，甚至往来就把你留置，就让你难过什么的，没有啊。法国一样要中国观光客，日本也一样要中国观光客，日本一样要跟中国大陆谈 FTA。法国一样继续跟中国大陆做生意，这就是现实。是好，请教孝瑋哥。好，的确啊，我们看到，如果说今天你是美国人的话，我觉得可能对现在11月的大选啊，真的会面临到一个两难的这样一个局面啊。怎么说呢？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我们的拜登总统到了这个法国去参加这个诺曼底登陆的这个纪念仪式，然后呢到了这个凯旋门下，然后去点了这个那个永恒之火，但结果突然转到不知道那个面向哪里了。其实近来我们的拜登总统已经不止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次了。前几天就在这个美国空军官校毕业典礼上，他老人家也是走上去之后，对不对？东走走，西走走，南走走，北走走，就是没有走到他要致辞的那个位置。逛花园吗？对。然后呢，其实这真的是，其实说真的，这个拜登那个总统的这个就是他的心智问题，可能真的是让大家蛮担忧。我倒不是说但因为他真的可能反应不过来，年纪真的大，他年纪真的大。那另外一个川普总统嘛，那个川普前总统，现在他其实之前就一直在这个陷于这个有罪的这个泥淖
里面，等于说他是唯一一个这个总统那个卸任以后呢，还被判有罪的。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讲说，今年11月他到底要把票投给谁，说真的还真的非常麻烦。好难投哦。但是其实你看现在这个情况，就导致在这个所谓的这个自由世界或者说是以这个那个美国为首的这样一个西方联盟里面，其实相对来说的确就面对问题的时候，像为什么你说马克宏他现在在欧洲感觉好像要站出来带领北约这个味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觉得没错美国他现在这个的确是倾全力支持乌克兰要让这个乌克兰再怎么样，在美国总统大选那个结束之前，绝对不能对俄罗斯有任何松动的这样一个迹象。但是呢，那个对于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问题，美国又做得其实相对来说跟世界目前现在这个主流价值跟主流认定的这样一个状况呢，感觉其实有相当大的出入。其实所以欧洲现在在面对这个问题上，相对来说也是非常两难的。其实，在欧洲面对这个以色列的问题，相对来说某种程度来讲，还是不可否认，他们是跟美国站在相接近的这样一个阵线上。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欧洲在那个纳粹这个统治的这个时期，对不对？世界各国基本上很多国家都是帮着纳粹当初把犹太人赶出去的。所以其实现在碰到以色列的这个问题呢，欧洲人相对来说也是会比较软弱。那个不能说软弱，就是相对来说也有比较高的这个同情性。那但是其实在这个情况下，的确你可以看到，现在西方联盟面对这个两个不同的这样一个战场，乌克兰的战场，然后跟到这个以哈的这样一个冲突，的确是让他们这个那个首领之间能够同心协力的这个情况下，也的确有他们的这样一个难度。等于说我们现在也对美国人寄予高度的同情，如何能够在下一个阶段产生一个强烈的总统，是美国人大概未来的希望。是好，我们再看到这个以哈冲突、以哈局势方面现在以色列的人质要营救，结果呢，冲上直升机的画面现在也曝光了。我们透过画面也看到，这一群人呢是透过这个空拍的镜头看到底下呢。这不是蚂蚁，这是一群人要等上要直升机。那这个是6月8号，以色列成功从哈马斯的手上救出了4名人质军方释出营救的行动画面。那这段画面呢，其实后来曝光之后，美国官员也说，这个救人我们也有份我们也有提供情报还有后勤支援来协助救人。但是这个现在遭到哈马斯绑架，这个以色列跟中国的混血女大生被囚禁1年，现在奇迹获救，她毫发无伤的来报她的父亲。那这个4人获救人质当中呢，包含了这个中以混血的女大生诺亚。那纳坦雅胡呢也曾经请习近平来帮忙营救她。那现在诺亚获得救赎之后，他说：“谢谢大家，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是见到哀莫生命垂危的华裔母亲。”那现在这个救出来之后呢，纳坦雅胡也打电话给他说：“事实证明，我们1分钟都没有放弃你，请为我拥抱你们的母亲。”哇，这句话出来之后，大家说你是不是为了要减缓国际压力，顺势来卖中国的人情？而现在呢，哈马斯他也发布讯息，他说以色列为了救4个人质而屠杀210人，而这210人里面包含什么？包含人质跟平民啊。哈马斯又说了，以色列透过可怕屠杀的方式来救人质，因为他们屠杀了210人，而且在行动当中还杀了其他人质这个是战争爆发以来最血腥的袭击，现在变成各说各话的情况。那拜登现在是不是挺到满头包了？因为现在数千人是到了白宫抗议拜登来容忍以色列军队，甚至还放出所谓的烟雾弹，大家透过画面就可以看到，在白宫前面居然烟雾缭绕很多名的这个示威者呢，也包围白宫一再对拜登容忍以色列来表达愤怒。那白宫还为此怎么样增设围栏，甚至呢，警方对于释放烟雾弹来驱散人群，所以看得出来情势好像也是蛮紧张的，也是蛮混乱的。那现在呢，乔治克隆尼也打电话到白宫发飙了，到底怎么回事？乔治克隆尼呢，他的太太艾玛是人权律师是协助 ICC 发纳坦雅胡逮捕令的议员。那众议院通过了制裁 ICC 法案之后呢，可能会面临到制裁。传出乔治克隆尼相当不满，就致电到白宫狂骂说：“你们不像话。”那乔治克隆尼呢是民主党长期的支持者，6月15号呢曾经替拜登主持好莱坞的募款活动，现在可能会受到影响了。而现在呢，也不止美国像发生这样情形国际上也纷纷把矛头指向以色列。哥伦比亚呢将停工煤炭给以色列，估计呢以色列的煤电或是从20%降到3%左右。那中南美国家呢，哥伦比亚强烈要求以色列停火，甚至不惜断交。那他的总统呢，裴佐就说，
5天内会暂停出口煤炭给以色列，直到种族灭绝的行为停止。那业界就评估了，这个会让以国的煤电减少17%左右。再来看到以色列的军队呢，被联合国列为全球侵犯儿童的犯罪名单。这个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呢古特雷斯他年度报告呢将以色列国防军列入耻辱名单哦。全球侵犯儿童犯罪名单，名单内呢有20个冲突地区，以色列是唯一的民主国家。那被列入名单呢不会带来后果，但可能会产生政治和外交上的影响，也使得以色列会受到国际孤立。然后再来看到就是现在伊朗也风声鹤唳了嘛，因为美国可能会扩大所谓的核武库，面对俄罗斯跟中国的威胁，现在美国也要扩大它的核武库。美国白宫怎么说呢？美国可能将不得不扩大战略核武部署，加强对中对俄的威慑。那同时也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伊朗发展核弹，来对应伊朗核野心，并不容易。那现在伊朗其实坦白讲也蛮紧张的，甚至它天空上突然飞出好像是个幽浮的感觉，让民众非常的震惊啊！大家透过画面也可以看到，这个感觉上好像是 key 上去的画面，但是对当地人来说好像会一阵紧张。这个画面呢不断在伊朗上面游传，好像是一个盘旋中的幽浮突然飞过去。那很多民众呢在德黑兰的民众拍到这个城市上面出现的 UFO， 引发了大家的热议。但有网友说这个东西画面好像真的太假了，一定是电脑动画，甚至有人说是不是无人机群在做训练？那而且看过了很多次，反应有点两极。好，我们先请教亮哥，亮哥你怎么看现在这个以色列营救人质这个画面以及现在包括了哈马斯的一些态度？他说，你们是屠杀210人才救出4个人质。我觉得这个行动的军事目标真的是莫名其妙，是因为美国主导的第一阶段谈判现在正在寻求共识，那其中的条件就是要求哈马斯要释放大部分的人质，所以你为什么要打？如果你打的目的是要救人质，那根本就跟美国在谈判的内容不相符啊。是，那美国也是作秀大王啊。救出来之后要来抢功劳，刷存在感。这你到底是主张什么呢？他说我没有提供情报给你们救人。那那谈判要谈什么呢？是谈判不是要暂停打击吗？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我认为以色列根本不是要救人质的，是刚好那个地方有人质了，是，所以他不是讲到了有些人质也被打死了，他实际上就是在打哈马斯了，是，那人质只是。有4个人活下来了啦，真相应该是这样。其他可能更多的黑幕了。他是在打哈马斯啦，所以才会死那么多人嘛。他拿那个混血儿来做文章，这样厚道。我就是幸好这个人没死嘛，他可以拿出来，因为他有知名度嘛。是，所以我坦白讲，这个行动就是以色列说谎嘛。就他说他已经没有在做军事行动了，他现在都在做扫荡抓个别的哈马斯。那这个显然就是一个攻击行动嘛。是，我不相信以色列会为了救人质去杀那么多人啊。一定是打哈马斯，然后连带死亡那么多人。是，那也包括人质也被打死，幸好有4个没死。然后就立刻转变主题说我们救出4个人质，改变说法。我觉得真相应该是这样啊。而且我讲白了这4个人质被救出来之后，就发现。身体状况也还好不是被关了1年吗？对，好像也没什么大碍。所以网络上立刻就有人秀出被以色列军队关押3个月的巴勒斯坦的士兵瘦弱成什么样子。所以请问对待人质是以色列不人道还是哈马斯不人道？这个在国际媒体立刻人家都拿照片来对比。对，有图有真相。就是这4个人看起来好像也还好那只是他们运气好，没有被打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接近真相。是因为确实哈马斯会躲在医院、学校还有清真寺里面。以色列向来都是这样打的所以为什么会死那么多人，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是觉得，这也表示美国在执行这个以哈谈判并没有很用力了，不然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你想一想，你这种事情发生，哈马斯还要谈吗？不可能的嘛。那哈马斯可能就会把人质藏得更深，你以后要救就更困难了。是，
哦，所以我是觉得你从这个事情，事实上你会看到的是，美国跟以色列都是讲一些表面话啦，那真正的还是在默许以色列继续攻击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我们知道这个乔治·克隆尼的太太是人权律师，看照片也是真的非常漂亮。结果没想到现在也被制裁了，而且乔治·克隆尼还打电话到白宫发飙。永明姐你怎么看？是，如果这个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最后现任总统拜登因些微的这个票数差距而落败的话，我相信大家追战犯一定会认为以色列的这个问题呢是一个最大的关键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美国现在的这个白宫拜登政府，他为了维护以色列的权利认为他们去报复的这个有权，他发动了一系列的斗争，这里头呢，甚至呢，斗争的对象是国际刑事法院，因为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这个国际的组织它对于国际法还有你有没有违反战争罪，它有维护的法律的权利，所以他们根据纳坦雅胡以色列的做法，认为他违反了战争罪，所以呢，对于纳坦雅胡发出通缉令。那这里面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惹怒了美国。所以美国现在马上就传出来说，要针对这些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还有相关的这些法律诉讼团呢，要进行这些反报复进行制裁。是，那这里头呢，就涉及到了一个你不应该惹的人呢，这个就是乔治·克鲁尼的老婆，美丽的太太艾玛·克鲁尼。那这个艾默这个艾默克鲁尼呢，她是一个很不得了的女性她本身呢，是出生在黎巴嫩，但是4岁就到伦敦去读书。然后她因为父母都是来自非常好的教育背景遗传应该也很好，所以呢，她很年轻就拿到了牛津跟 NYU 的法律学位，而且是美国跟英国的双律师。然后他马上就到联合国相关的这种国际组织，一直去帮忙一直去为弱势进行了很多跨国的这种为人权的努力的诉讼。那所以当时这个也传出乔治·克鲁尼这个曾经要跟他求婚求到不行，他根本不太看得起你那个好莱坞大明星，但他本身呢非常有明星的气质。那各位想想看，明星气质，而且呢重视人权然后非常的光鲜亮丽，而且非常的重视弱势的价值，这是不是就是最关键的民主党的选票，以及最能吸引民主党的年轻人跟这个，因为以前的艺人很讨厌这个共和党，因为有时候共和党就是太民粹主义了，所以艺人都比较自由派嘛，自由的天性，所以他们比较支持民主党。那乔治·克鲁尼是谁呢？他是要去帮助拜登举行募款参会的。像美国这种选举，尤其选到最后，你与其说比谁票多、民调多，要比谁钱多，能砸钱到最后一刻。好，那现在乔治·克鲁尼也气了，气炸了，说我这个太太一向来就是人权律师，就是为人道而发声，结果你竟然连他也要制裁，那我要抛弃你民主党。那如果乔治·克鲁尼夫妇都抛弃民主党，那么多年轻票的示威，那么多很多有重视人权弱势的人一一的脱离民主党，那拜登要靠什么赢呢？这么紧绷的选举，他是不是会因此而落败呢？这是我觉得现在拜登政府对以色列非常头痛的地方。好，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